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泽连斯基兄弟也不知道挺不挺得住，会不会依靠奥德萨堡垒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普京在面对强硬态度的泽连斯基时，会不会狗急跳墙？要是用到核弹、钻地弹，你觉得敖德萨能扛得住吗？能扛多少枚？是否可以坚持到俄罗斯崩溃？俄罗斯盯着敖德萨这块肥肉已经很久了，下一步估计就要采取行动了。一方面，早从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俄罗斯没事就往黑海西侧的港口城市扔导弹，耀武扬威地宣示自己的武力值。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打敖德萨的倾向了。再加上前段时间马里乌波尔全城沦陷，相当于俄罗斯的魔爪控制住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和赫尔松地区。乌克兰是否能够凭借敖德萨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阻止俄罗斯企图控制整个黑海的目的呢？另一方面是泽连斯基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态度，这让普京面子上过不去，就充满警告地将蛇岛给攻占了。因此，泽连斯基一方面在基辅大加赞赏蛇岛勇士的精神，另一方面强烈谴责俄罗斯的行为，要求俄罗斯在大阅兵前将蛇岛还回来，避免造成更多无辜人民的牺牲。还有就是泽连斯基不畏强权，让乌克兰本国的谷物在俄罗斯眼皮底下的敖德萨港口出口，要让俄罗斯知道这还是乌克兰的地方，宣示着敖德萨的主权，以及表明敖德萨经济港口的地位，不要让它牵扯到战争中。泽连斯基能够有如此坚决的态度，除了有北约支持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敖德萨如果俄罗斯敢来，那乌克兰就会让俄罗斯知道什么叫有来无回。你想想，是不是从俄乌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没敢从地面上进攻过这个乌克兰的战略要地？首先是因为俄军的兵力不足以再开辟一个大型的战场，其次是敖德萨地形非常难打。当初苏联作为世界强国之一，为了防备死对头美国和北约的进攻，就在敖德萨底下挖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核战地下工事。没想到一挖还挖出了个世界第一来。敖德萨的核战地下隧道估计至少有2500公里，它们盘根错节，相互连接着，延伸到城市下方和边远的地区。形象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蚁穴，或是生化危机保护伞公司的地下基地。如果没有地图标识，那你就只能两眼摸黑，求神拜佛，祈祷着来个人将你带出去了。对于敖德萨的地下隧道，目前我们知道的最深处在海平面以下60米，范围遍布整个敖德萨城市，并且至少有超过1000个记录在案的入口点，因此它也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地下设施网络之一。敖德萨的第一条隧道啥时候开始建造的已经不知道了，只知道从当初敖德萨建成开始就已经在修建地下隧道。虽然在建造时花了老鼻子劲儿，但还是蛮有用的。都知道在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一直都不好。在刚开始打那会儿，德国不讲武德，突然偷袭，差一点点就将莫斯科给占领了。幸好苏联底子硬，这才让德国功亏一篑。这下苏德的梁子算是打下死结了。而在此之前，苏德已经积怨已久，基本上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苏联跟着抢肉开始，到1940年成功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王国并入苏联。他俩基本上相互瞅着都不顺眼，最终在苏联兼并罗马尼亚东部领土的事件上，让德国不得不决定攻打苏联。之后便是苏德战争爆发，但是这两个超级野心家相互之间的博弈，结果苦的却是乌克兰，成了提供场地的倒霉蛋，一不小心自己家就沦为了主战场。尽管敖德萨饱受战火的蹂躏，但当地无数的古迹名胜却几乎毫发未损，这比自己老家基辅被打成麻子脸要好得多。这凭借的就是敖德萨地下纵横交错的隧道，这就是敖德萨奇迹——敖德萨保卫战。敖德萨保卫战一共打了2次，第一次苏联战败，第二次德国战败。第一次时候，驻防敖德萨的苏军总兵力差不多5万多人，而他的对手是罗马尼亚的2个集团军，差不多20万人。5万打20万，本以为一边倒，结果却是苏军成功阻挡了2个多月。要不是罗马尼亚和德军发现情况不对，派遣空军部队把港口补给给掐断，没准苏军还能坚持得更久，甚至反击都大有可能。
在当时，即使罗马尼亚军团在各方面都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战后一统计却发现自己一方死的人居然是对方的2倍，这让苏德双方都不得不感叹敖德萨地下隧道对于防御战的作用之大。第2次是苏军为报恶仇，在3年后开始大反攻。这时，苏军乌克兰第3方面军在黑海舰队配合下，开始不要命地打进攻战。苏军利用熟悉的敖德萨地道和掩蔽工事，在没有动用重武器便肃清了室内的德军。这种神出鬼没的地道偷袭战术，直接彻底干懵了德军。德军最终没能扛住，直接向兵临城下的苏军投了降。就这样，苏军保护了包括敖德萨大歌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建筑物和古迹。1996年，乌克兰政府特地在敖德萨建立纪念碑，缅怀他们的英勇事迹。在2战以后，尝到甜头的苏军便开启了自己的鼹鼠生活，开始大量在敖德萨城下修建了更多的地下工事。光是冷战那会儿，苏联吭哧挖的各种形式的地下工事就达到了9000余公里之巨，这已经不是挖隧道了，感觉就是在地下建了一座城。这座地下城包括了你所需要的任何生活设施，包括简陋的厨房、浴洗室、铺了稻草的睡铺、急救室、控制中心、水井及炮台等。只是现在苏联挖的有多起劲儿，后面俄罗斯面对乌克兰就有多难。苏联是怎么也想不到，当初自己费尽力气挖的地下隧道，会在今后被用来住自己人，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地下工事主要就分布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它的防御性极强，普通的航空炸弹、燃烧弹、钻地弹以及当量小一点的核弹都无法摧毁这些复杂坚固的地下工事。那你说，要是灌水、灌毒气、放火行不行？答案是当然不行了。不仅化学武器在国际上是明令禁止的，而且敖德萨地下隧道庞大且复杂，光出口都有1000多个，这些方法根本行不通。而现在的俄罗斯想要打破敖德萨地堡的防御，最优解当然是用重型的钻地弹。但这些年俄罗斯的重心好像并不在此，一直都没有拿得出手的钻地弹。钻地弹是美军在上世纪60年代就构想设计出的一种武器，当初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钻入地下，摧毁死对头前苏联的洲际导弹发射井。现如今，经过美国的多年研究，已经研发出多种型号的钻地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GBU-28 钻地弹。这款钻地弹是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的应急产品，该弹装有306公斤高爆炸药，可钻透6米厚的钢筋水泥工事或者30米厚的普通地面，爆炸威力是美军现役最大炸弹的10倍，堪比小型核武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军 F-11轰炸机投下一枚重2270公斤的 GBU-28 钻地弹，直接穿透了巴格达阿里米亚防空洞上方数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防御罩，所以 GBU-28 无愧掩体粉碎机和地堡终结者的称号。用它打敖德萨基本上没啥问题，而它的升级版 GBU-57巨型钻地弹打敖德萨那是大炮打蚊子，高低有点大材小用。GBU-57是美军现有杀伤能力最大的非核钻地武器，巨型钻地弹光重量就有13.6吨，装有重达2.3吨的炸药。这要是投放到敖德萨，一枚下去，估计敖德萨会普遍变低几米。GBU-57作为炸弹中的巨无霸，它的高强度合金外壳内装2吨多烈性炸药，使其有能力摧毁地下60米深的堡垒，即便是最深处的敖德萨隧道也难逃它的魔掌。但幸运的是，这些都是美国产品，俄罗斯想得到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至于敖德萨能扛住多少枚核弹或是钻地弹，我们拿投放在广岛的小男孩做比较，广岛面积是900平方公里，敖德萨是236.9平方公里。如果要从表面上抹平敖德萨，只需要1/4的小男孩原子弹就能妥妥的抹平。但如果要是想把敖德萨连地下隧道一起抹平，在俄罗斯拥有足够数量重型钻地弹都按普通炸药计算的前提下，让敖德萨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大约需要1万枚左右的 GBU-28 钻地弹，或是140枚左右的 GBU-57巨型钻地弹。俄罗斯肯定没有这么多，所以这也是泽连斯基底气所在的原因之一。敖德萨这个无敌大堡垒都是前苏联给现在俄罗斯挖的坑，普京估计都会忍不住来一句：“你个坑逼！”
所以像敖德萨这种地下堡垒的防御工事，永远都是战争的理想庇护所。而在历史上，同样还有不少类似的经典防御工事，比如马奇诺防线。如果你有50亿法郎，你能干啥？是买飞机还是造坦克？我想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但是法国想法独特，他们用50亿法郎将自己的防御属性直接拉满，造出了世界著名的马奇诺防线，以举国之力来防备德国。马奇诺防线全长约390公里，主要由保障地带和主要防御地带组成。法国人聪明地利用天然地理屏障和人工修筑防线来防御法国背部的敌人。马奇诺防线之所以号称坚不可摧，是因为其防线地上部分有装甲，有钢筋混凝土的机枪工事和火炮工事，地下部分还有好几层，包括指挥所、人员休息室、食品储藏室、弹药库、救护所、电站、过滤通风室等。基本上所有的工事之间都有通道连接，交通更是有轨道列车，方便快捷。在其射击工事内的武器都是专门设计安装的。整个防线差不多有5800多个永备工事，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各处，基本上每15公里你就能瞅见一个。其中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顶盖和墙壁厚度能达到3.5米，装甲塔堡的装甲厚度能有300毫米，都可以扛住2发420毫米旧炮炮弹的直接命中。防线内还有各种防坦克以及防步兵的障碍物，基本上法国军方把能想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都给算上了，但他们唯一没想到的是自己国内会没钱。最开始法国军方也不是想修筑马奇诺防线的，达拉蒂防线才是他们的原始目标。这条防线不同于马奇诺防线，一旦修筑起来，它能保卫整个法国东部与北部边界，无论是德法边界还是德军可能绕进来的任何关口，它能把敌人通通拒之门外。但是设想归设想，干什么不都得花钱吗？达拉蒂防线光是听着就知道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当时法国刚打完1战，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没缓过劲儿，但是军方一个劲儿说防线的好，政府呢一个劲儿说没钱，就这么拖着，最终还是政府没扛住，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政府不得不妥协，但是钱我就给你一半，能修多长就看你自己了。于是才有了个半成品的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虽然只是个半成品，但好歹也是个正经的军事防线，投了50亿法郎，换成4万美元的德军坦克都能换5万辆，怎么着也能听出个动静吧？别说，这防线还真的可以。2战开始前，马奇诺防线成功抵挡了德军的多次突袭，德军几次突袭不成，被迫选择绕道而行。正是因为有了这条防线，德军进攻法国的时间才被大大推迟。当时德军也是一根筋，竟然想着摧毁马奇诺防线，这好歹也是人家真金白银搞出来的防线，哪有那么容易让你炸掉？只不过马奇诺防线终究是个半成品，这个无敌的防御建筑就像个跛子，一边刀枪不入，另一边啥也不是，最后被充满战略眼光的德军从背后偷袭，直接让马奇诺防线成了摆设，失去意义。该说不说，马奇诺防线的作用还是有的，但想要从正面攻击下来不是很容易。通过这些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我们不难发现，从暗堡、地道、散兵坑到掩体、战壕、地下工事，只要巧妙地运用地下防御工事，就能与强敌周旋，甚至战胜他们。即使到了现代信息化战争时代，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地下防御工程，保护人员、保存物资，能攻能守，甚至还能化被动为主动，直接反杀都有可能。面对高科技、高技术的现代战争，像敖德萨这种人防工程仍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想要强攻下敖德萨，会采取什么战术？那就要看普京要不要脸皮了。不要脸的话，扔核弹永远是最快的方法。其次就是通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军港要塞和蛇岛彻底封锁乌克兰海上通道，彻底将其变成一个内陆国，然后派遣空中部队每天投放钻地弹炸一炸，消磨乌克兰军队的意志，然后就派地面部队进攻。虽然敖德萨有地下堡垒，但是俄军可以选择围而不打，就一直耗到乌克兰地下堡垒的部队弹尽粮绝后投降，或者是围3缺1，故意给乌军留一个缺口，让他们自己出来进行决战，俄罗斯就能将乌克兰部队一举歼灭，达到侵占敖德萨的目的。如果选择要脸的打法，那种兵对兵、将对将、速战速决，从正面硬刚敖德萨的话，那俄罗斯打下敖德萨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了。
敖德萨毕竟是乌克兰第4大城市，那是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北约各国都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各种武器来力挺乌克兰，北约才不会管这场战争谁负谁赢，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被战争拖垮的俄罗斯。毕竟一个拥有大几千枚核武的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招惹的。从俄乌掐架开始，北约刚开始援助还比较保守，都是一些轻武器的援助。但这些轻武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各型号的反坦克武器，标枪、毒刺、星光等等，数量上也是跟不要钱一样，大几千枚的往外送。啥意思？很明显了吧？不就是想让乌克兰士兵以小博大，用最低的经济损失去直接拖垮俄罗斯的经济吗？而在近期，随着俄罗斯愈发疯狂的进攻，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已经开始出现重火力武器。北约各国向好兄弟乌克兰送去了至少220到240门重型榴弹炮和超过30门多管火箭炮的和平礼物。而且这些火炮系统不仅负责送货上门，同时还赠送包教包会服务。这和当初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针对以色列的所谓5分钱行动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当时以色列被逼到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把一切能飞的玩意儿全都飞到以色列去，最终在以色列生死存亡之际成功挽救了他们。这样你再看乌克兰，是不是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而且你留心观察，你就会发现所有援助的武器基本上都符合一个特点，那就是简单易学，傻瓜式操作。反坦克导弹差不多1根烟的功夫就能学会，火炮系统呢，只要设置好参数，拉炮栓就好 OK 了，顶多1-2天也成了。如果你支援乌克兰的是像挑战者2这样吃操作的武器，估计培训就要个把月，然后好不容易学会了，上战场10分钟就直接被米28掀了锅盖，这不是直接送人头，根本得不偿失，好吧？这种武器对乌克兰意义实在不大。俄乌战争随着重火力武器的投入，就代表着战争烈度会升级，北约拖垮俄罗斯的目的也变得毫不掩饰了，到头来苦的还是乌克兰人民。乌克兰有了北约在背后支援，武器方面肯定不会吃亏，甚至会超过俄罗斯一大截。其次，在兵力方面，俄罗斯是1对1个组织，根本没得比。因此，乌克兰和俄罗斯如果打算正面硬刚，在不考虑人的情感因素下，战斗不仅不会速战速决，双方只会陷入长久的交战，最终拖垮的将会是俄罗斯。所以，这种要脸的打法会比较难，会损耗掉俄罗斯更多的国力。而且北约还会有后手。假如俄罗斯打下敖德萨之后，你想过他面临的对手是谁吗？没错，就是波兰。俄罗斯和波兰是世仇，两者的关系是那种宁可被当枪使，也不愿意让对方好过。因此，波兰是不可能放任元气大伤的俄罗斯入驻敖德萨的。因此，俄罗斯想要拿下敖德萨，围而不打，围3缺1才是最优解。我是火力军，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有片面的地方，欢迎不吝赐教。如果你认为俄罗斯有更好的作战方法，欢迎在评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咱们下期再见。